昆仑神宫结局时，胡八一答应雪梨杨金盆洗手，以后再也不干捣斗的勾当了。可在南海归墟时，摸金三人组又开启冒险的旅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他们受陈教授所托，要去南海寻找一面名叫秦王赵古镜的古物。话说这面镜子到底有什么奇特之处，能让3个即将摘符的摸金校尉为他下火海？他留下了怎样的故事？孙教授为什么想要找到他？第一是，据说2000多前的某天，秦始皇南巡的途中，见有人从海上打捞起一具男尸。这具男尸是个老者，身材高大异于常人，容貌不俗，髯长过胸，肌肤白润，肉坚如铁，穿着上古之王者衣冠，漂浮在海里也不知有多久了，更不知其来历死因，但看起来依然面色如生，没有什么被海水长期浸泡的迹象。一阵海风吹来，古尸须眉细皆飞动，和活人一般无碍。尸体泡在海水中不腐不烂，还栩栩如生，别说在古代，就是现代的眼光来看也是神迹。秦始皇觉得这具古尸是海中仙人的遗退，应当祭祀供奉起来，以求仙人赐不死药。但是他身边那些方士可不这么认为，他们觉得古之僵尸乃妖物所化，一定是从南海的海眼里浮出来的，见之已属不祥，谈何祭拜求药？因为方士们异口同声说古尸不祥，秦始皇也被说动了，担心这具古尸会影响国运，就问那些方士如何解决。方士们认为，既然是妖物所化，自然不能随便处置，也不能随便破坏，只能埋在荒山。于是秦始皇就命人造了一尊铜兽压在僵尸上镇山，并请出秦王八镜中的秦王赵古镜。秦汉时期，人们认为铜镜可以辟邪镇尸，而这面赵古镜是秦王横扫6国时得到的宝贝之一。传说这面铜镜能照视人身骨骼脉络，是一件世间罕有的无价之宝。秦始皇就将这面赵古镜连同那海中古尸一起埋进了山里。古代能混到御前的方士，多少都有点本事，或许是为了验证方士们说的不详。埋完古尸不久，秦始皇就在回到咸阳的途中驾崩了。至于秦王赵古镜具体埋在什么地方，也成了千古之谜。第二是，斗转星移，转眼已过1000载，时间来到北宋末年，有个人上山采药，看到5条龙围着一座山丘相斗，结果5条龙都死了，龙尸从天而坠，然而龙坠处并无死龙，只有地面裂开一条大沟。采药人吓得赶紧逃下山，将所见所闻告诉了附近的村民，于是大家就一起上山，却在山沟中看见了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蠕动。村民们大惊失色，以为是妖鬼作祟，就纵火焚烧。火后从沟中获一铜造巨兽，牛首龟身，头上有牛角，身体是龟壳，并有7尾，尾端系骷髅头无算，形态丑恶，上风而下杀，兽头上顶着一面造型古朴的铜镜。有人就将其献给了当时在位的天子宋徽宗。有见识广博的大臣认出了此镜是前秦之物，就是那史书上记载的秦王赵古镜。万事都有两面性，赵古镜虽是镇邪神器，然而与邪祟长久纠缠一起，避免不了也会沾染邪气。大臣就劝宋徽宗将其归位还原，宋徽宗不愿意，一直将此镜留在身边赏玩，直到金兵铁骑南下灭了北宋，俘虏了宋氏2弟，秦王赵古镜再次下落不明。第三是清末民初，八国联军侵华，秦王赵古镜再次现世，但是和其他国宝的一样，被英国人从民间搜刮了去，几经辗转流落到印度。80年代初期，有一个东南亚的富豪出钱将它买下，因为是走私出来的，所以走的是海路。从历史的长河中可以看出，与这面镜子产生关系的都没什么好结局。这艘带着古镜的大船航行到公海的时候，遇到了风暴，偏离航向后，带着秦王赵古镜葬身海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座沉入海底的海柳船船长就是多灵的父亲。这位船长生前就怕自己那天遇难，尸体会被难民搜刮的一丝不挂，他就在自己的手表下了尸降，准备等船靠岸再解掉。可老天没这船长机会，一场大风全员覆没。这个降头却在几年后阴差阳错跑到他女儿多灵身上，摸金3人组救了多灵很久，可多灵最后还是无药可医去世了。当然这些都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还有沉船的消息被有心打探的孙教授风雪舞查到了。孙教授有一个惊天大秘密，他是大明关山太保的最后一位传人，背负祖宗留下的遗命，有生之年一定要去棺材峡，想方设法阻止封家不孝子孙封尸谷和1万多仙逃出山外，祸害苍生。进入棺材峡很不容易，需要有这面镜子才行。孙教授已经年过半百，加上文革时被打成右派，被多次批斗，身体早就不行了。再说，就算他身强体壮，也没那本事进入那深海之中，只有借助同为盗墓正统的摸金校尉了。精绝古城那趟，8、9个人只剩下胡八一3人和陈教授。孙教授就留意了这3个摸金校尉，发现他们还真有一些本事。于是孙教授就忽悠了他的好友陈教授。陈教授是雪梨杨父亲的好友，又与胡八一和胖子关系不错。陈教授很关心那些遗失的国宝，被孙教授稍加忽悠就上当了，想请胡八一3人去南海寻找那秦王赵古镜。胡八一几人没考虑多久就答应了。更令孙教授没想到的是，这面镜子还真被几个摸金校尉大海捞针捞了上来。孙教授拿到镜子之后，却还是无法进入棺材峡，于是他又生一计，故意将自己的工作记录本丢在博物馆，让同在参观的胡八一和雪莉杨捡到。胡八一和雪莉杨一看才知道自己等人上了孙教授的大当，而这面费了软黑的命的来的秦王赵古镜居然是假的，但也是一面世间罕有的周天挂镜。当时多灵还没死，但也是危在旦夕，需要1000年尸丹才解尸降。胡八一3人想救他，决定跟孙教授去一趟棺材峡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那尸丹。凭着这面挂镜和2枚铜符占卜得到的半幅卦象，胡八一找到地仙墓地，1000年尸丹没找到，但却将那些即将逃出棺材峡的尸仙烧成灰烬，也是功德无量了。